我们的事多的是，毕竟太多你们不知道的事儿。一个好故事会多么吸引人，那么一个坏结局就会多么的让人糟心。今儿啊，咱们就一起来说说各位看过的让你满意或者不满意的电影或者电视剧吧。Hello， 大家好，我是蛋黄酱，各位赶快先活跃一下气氛，来个热闹的自我介绍吧。来，严科。Hello， 大家好，我是严科。意涵。Hello， 大家好，我是意涵。文晨曦。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振兴。来，申医生。Hello， 大家好，我是申医生。林轩浩。Hello， 大家好，我是林轩浩。OK 啊，虽然咱们内容是一周一播，但实际上我们这次录制距上一次大概已经过了1个多月了，对不对？所以我特别想知道，在这1个月里边，你们在把我踢出你们5人的群聊期间，你们互相之间聊过什么吗？好问题。哦，哎，说的还是挺准。这问题很尖锐啊！你这个问题突然一下子问出来，你怎么提这种问题啊？不方便说吗？方便，就是因为那个我们就是也有那个线下了嘛，然后申医生他每次都有个习惯，就是大家要临近线下的时候，他会搞那个打卡，你知道吗？那个这个对。我以为就是每个人都在里边打卡，每天自己训练进度，是不是？不对，我那天打卡的时候，我一个一个打电话过去。哦，你还督促他们打卡是吧？对，因为没有人理他，他开始发到群里。我还求着他们打卡。然后其他人什么反应呢？哎呀，严哥说他们先打，然后林轩浩说他们先打。然后一涵说他们先打，他们就是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们不打的话，我就不打了。没有好吧，我是要打的。我给你发私信的时候，你自己说他们不打，我不想打了，你是不是这么说的？那你们自己这个事儿咱不聊了，我们继续我们的开场仪式啊，就是什么开场仪式，大家都知道我们的 free slogan 这个环节。还是这次我先来起个头吧，我觉得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个环节特别的日常常规，想必你们心里边肯定想的那句话比我更厉害，所以我先就浅浅的来打一个开场的头吧。来，3、2、1， 1、2、3、4，我们的事到底都是哪些事？我觉得还是要听下他们5位自己讲。讲了很久吧？不要搞这种很没意思啊！我是不是很出乎你们意料吧？你肯定，你是不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自己先打一遍这个？对，我打遍节奏，来，你们就跟着我这个节奏来吧。好，来，严科。我们的事，无所事事。怎么？你这个不对。怎么无所事事都跑出来？怎么我们的事就无所事事了？就搞着押韵就好了呀！我想不起来了呀，上次的我忘了。你原本准备的是什么？你被我打乱节奏之前，原本准备的是什么？我忘记了，我就忘记了呀！我脑子里突然想了一个，就是无所事事，就是我们的事很没有理头嘛，就是一些玩到的一些事情，对不对？但对，好，下一个了。还没有下一个。这次我们是3段式哦，你看到我都说3段式，我们的事到底是哪些事？我觉得还是我们5位自己讲。3段，我的押韵助手只准备了1段，我再去搜2段。来，那个严科你，我们的事好像没有什么事，但记得是我们就是有趣的事。我是4段，好吧，下一个就来5段了，然后6段、7段，好吧？什么？可以，当你过了，来，一涵。没事儿的，真没事儿。快想，都到你了都。我们的事儿没有事儿。然后呢？可以，我就喜欢他这种。可以，还有啊，这够了吧？我们的事儿3段啊，3段，记着我们这次的那个规则是3段。我们的事儿没有事儿，我们的事儿。
你暂停了吗？他是卡了吗？我不知道，他是想让我们主动跳过他。太卡了。他故意的，让他演着吧，让最后。哎呦，哎呦，好厉害呀！我真以为他卡了。哎呀，没事儿的，真没事儿的，我们的事儿。来吧，说吧。六，我们的事儿，开心的事儿，我们的事儿，快乐的事儿，我们的事儿，高兴的事儿。这个是不是上一期你也这么说的？我上一期没有这么说过。那上一期我上一期怎么说的我都不知道了。现在，我觉得这个和你上一期我的印象里边还是挺一样的。不一样。我说的，我上次说什么幸福、快乐、高兴什么的事儿。对，是文成新内容。算你过。来下一个。这回是我。文成新。我们的事儿，每天十几20次，简直无法控制。好，帅，好，来伸一伸。rap 担当，快点儿！不要说这种东西。你不是想吗？哦，是这样的，我先说明白，是这么回事，就是你不要一直指好吧，你把手放下来。就是上次我是说我们的事，林轩浩的事，对吧？3段嘛，我直接把他们名字说完就行了。3、2、1，我们的事，一涵的事，我们的事，严哥的事，我们的事，文成新的事。那你把林轩浩忘了呀？不是，我不是说了，上次说完了吗？那你为什么忘了他呀？不是，我上次说了林轩浩了，我这次你又不说了，你上次说了。没有啊。林轩浩的事也是我们的事。可以了。林轩浩，你做个收尾吧。OK， 我来。我们的事，一笑了事，深山里的石头有的是。不明白的事，做对的事，做属于自己的事，出了事，我可以说100个。你是用了什么软件可以给你编这么顺口啊？还有很多啊，谁没做过奇怪的事？跟他分手也有我的事，做了你想都不想做的事，过青春不关钱的事，你这什么软件？你怎么搜的？你这个是？对你分享给他们一下吧。大家打开你们的 APP， 然后有一个软件，它的名字叫押韵助手，然后把我们的事4个字输进去，它会跳出来很多唐诗宋词原曲，还有歌词。就专门为了这个节目下这个 app 是吧？我很早之前就有了。来，学到了，按照以往的惯例，我们连贯的来一遍吧。来，3、2、1，走。我们的事到底都是哪些事？我觉得还是要听下他们5位自己讲。忘记了。我们的事好像没有什么事，但既然是我们，那就是有趣的事。哇酷，这个太酷。我们的事，开心的事，我们的事，快乐的事，我们的事，高兴的事。我们的事每天十几20次，简直无法控制。我们的事，一涵的事，我们的事，文成新的事，我们的事，严苛的事，还有林俊浩是我们的事。最后我来说一下我们的事，就是深山里的石头有的是。你这个刚才明明说了蛮多的，现在你一下就说把全部记不住了，我记不住了。跑不了和尚，跑不了寺。来，我们开场开完了啊，就是很多电影电视剧嘛，刚才已经提到了，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那其实大家应该有注意到，你们看了很多电影或者电视，它有好的结局，也有坏的结局，有好的故事情节，也有你看上去一言难尽的这样一个情节。那各位最近你们看的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是什么？最近，灌篮高手啊，电影，灌篮高手。其他人没有看过的吗？没有，我没看过《灌篮高手》。你是去电影院看的吗？对呀，肯定在电影院看啊。还有呢？电影最近的吧，最近的就看了这个，就没。对，最近的。我问其他人有补充吗？你们呢？其他人呢？申医生说《灌篮高手》，其他人呢？
我看的超脱。好高级的电影啊，我都甚至没有听过。那你肯定有看过，你肯定有听过。我听过超体，没听过超脱。是讲什么内容的啊？超脱？超脱，我感觉我都描述不出来这个，它这个有点高级了，我感觉我配不上这个电影。科幻片是吧？我听名字感觉像是科幻片。不是科幻。那你说一下是哪种类型？它这个我根本没听过，它这个叫做剧情类电影。它这个形容词我完全没有听过。是文艺片吗？是。哦，居然是文艺片，没想到严科喜欢平时看文艺片。没有，但你说的电影电视剧我就不看这个。来，先下一个。龙龙看的啥？那个可以说吗？我看了那个进击的巨人最终季是什么东西？就是进阶的巨人那个动画是个动画，它是电影版是吧？就是剧场版，就是电影。剧场版也是最近的。OK， 那我们的一涵呢？我看的就是，想必各位都知道叫《忠犬八公》。哦，前段时间是那个国内的翻拍版本的那一版是吧？好像是，对，很感人。你有哭得稀里哗啦吗？我其实说实话，我有在忍，就是真的很感人，真的很感人。忍住没？没忍住。啊。林轩浩呢？我最近我没有在电影院看过什么电影，但是我吃饭的时候看了部电影，它的名字叫做《煎饼侠》。好像很很早，就那个大鹏吗？对，哦，真的。大鹏展翅是那个吧？我比较喜欢看这些就是下饭的东西。那个是不是都出了好久了？那个我记得，17年的吧？我记得好久之前就看过了。15年出的。啊，对，15年也是搞笑的嘛，反正。对，贼好笑那个戏。那刚才说了你们最近看的一部，那我想问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自己就囊括以前啊，就是你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又是什么？最喜欢的一部电影或者电视剧，对，肯定是《速度与激情》呗。而且马上要出10了，对，要出10了。为什么喜欢《速度与激情》啊？因为我以前也小时候嘛，就大家可能都是男孩子，可能对车啊，还有激情啊这些都比较。激情是个范围啊，不是说什么特指那种。我们都有一种兴趣吧，对吧？肯定大家可能都会有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当时我初3还是初2忘记了，就疫情期间的时候，当时大家都在家里面，当时出到了速1跟速9，还有一个番外。我当时就速1跟速9还有番外，我来回一共看了2遍，就整天在家里面。当然这部戏就是因为出的太多了，我甚至都忘记它前面每一集每一部讲的都是什么东西了。很容易忘，我也很容易记串，但是就是很喜欢看。好，《速度与激情》，严科是《速度与激情》，那我们的一涵呢？他是车，那我就是机甲，我就是变形金刚，还有环太平洋。什么？我哦，说你的哦，不好意思，被我说了。那我就看 Hello Kitty 吧，我喜欢 Hello Kitty。你玩真的，你不要这么搞好了吧？我就选机甲。变形金刚是哪一部最喜欢？我现在不要说，我觉得最喜欢还是喜欢前几部，因为我觉得前几部它没有现在这么的科幻，就是我还是喜欢老一点的科幻。老一点的科幻，你是指技术不是那么先进的科幻，还是就是它会机械感会更真实？就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我的意思。是不是有点像那种就是那个铠甲勇士第一部那种打的就很真实，后面打的就很奇葩。铠甲勇士我没看过，没看过，就是男主是汤姆的那一集啊，对，就是前几集我觉得很帅。哦，我大概知道你其实就是不太喜欢他后边换主角了，又开了一个新的故事线的那一好吧，好，是，对，是不是这个意思？对。没有之前那个前几期那个 war， 对，没有那个 war。了解。来，文成信呢？我也很喜欢那个环太平洋，但是我喜欢1不喜欢2。
后面拍不好看了。不要再说2了，真的是。2感觉像那种奥特曼打怪兽，我就感觉。哎， 1也是奥特曼打怪兽啊。1它那个科啊，机器的那种质感，它第2部对，就是我就说这个像那种超人，你知道吗？非常灵活的那个机器人，就是太灵活过头了。雅典娜，对对对，雅典娜军到雅典娜，就是以雅典娜前是什么后没钱空翻、侧空翻什么的了。然后2就是没有这些机械感的内容了。对，2就是很灵活的那个机器人。哦，那圣医圣呢？那我说有点不一样的吧？奥特曼，不，我喜欢看一个电视剧，叫《传闻中的陈芊芊》，是那个赵露思和丁禹前面很火的前辈的，对是电视剧是吧？对啊，好像就是一个很下饭的一个。我跟你讲，我人生中第一次就是看了6遍。六，我当时我记得六，我跟你讲，我当时记得我跟谁讲来着，就是绝对是我们一安的一个人。我跟他讲，我看完后我觉得，好空虚，好空就是你看了6遍，就是看完一下就没了，又没有2什么什么的，就看完后很伤心。就是意犹未尽的感觉，对不对？对，太短了，太短，它那个一共多少集啊？那个电视剧忘了。你都忘了，你还看了6遍都忘了。有一点真的看了6遍，真的看了6遍，还得看。为什么喜欢呢？为什么喜欢？为什么喜欢啊？因为我在那个网上看了一遍，觉得很好看，所以喜欢。哎，你这个理由太牵强了，来一点实际的。我不可能说我喜欢这个谁吧？你就说喽，大胆一点又不怎么样，诚实一点嘛。我觉得丁禹兮很帅，丁禹兮前辈很帅，他那个拍的很感人。有哭吗？感人有哭吗？我不想讲了，我真的不想讲了，我觉得讲下去没有意义啊。感人有哭吗？我只追问一下，感人那肯定是你得掉眼泪才感人啊。不是，我也不知道我感不感人，我有点忘了，真的。你看了6遍，但是我真的看了6遍，真的我有点忘了。看了6遍，然后不知道有多少集，然后又不知道为何感人。对，可以，我略过你，待会儿我还有针对这个问题，你自己赶快想一下情节。来，林俊浩，我喜欢的是一部电视剧，它的名字叫做《蓝色大海的传说》。哇，偶像剧是讲一个人和一个美人鱼的爱情故事。啊，应该是韩剧，是韩剧。原来你喜欢是韩剧，是最近的吗？还是很久？不是很早，超级早。我小时候就看，应该也是贼感人吧？关于爱情的是吧？对，感人吗？当时我就想找个美人鱼，因为它可以掉钻石，你知道吧？它一哭就可以掉钻石，掉一大袋子，你知道吧？就是哭会掉钻石。对，它掉一大袋子，你知道吧？这么捧着，然后拿钻石打弹珠，我就是觉得好奢侈。感人吗？关键是超级感人，但是我有要吐槽的点，我后面再说。好的，来，既然大家那个李轩浩说他要吐槽的点了，我觉得我们就顺着这个话题说下去吧。刚才各位虽然都很喜欢这个剧，但是我觉得啊，这个剧你再怎么喜欢，你都肯定有想吐槽的地方。就比如我特别喜欢哈利波特，但是他那个电影真的很多情节，我说你都没有把书上边精髓给拍出来，拍的都是啥？所以严苛，《速度与激情》，你难道就没有吐槽的地方吗？吐槽，说实话，我就作为一个不太去关心它什么剧情的发展那些人，我其实对剧情没有什么吐槽。但是我觉得很可惜的一点还是保罗沃克。
那这个不是吐槽，这个是遗憾。这个不是吐槽。那我讲一下吐槽一点，就是我感觉后面这个可能编剧的想象力太丰富了吧，就是什么，他们说什么太空啊、什么冰上啊那些，就越来越想的越异想天开了，就感觉有点脱离到就是现实的那种感觉。对，它本来就是一个比较偏向一个汽车与激情的嘛，对吧？它速度反正都速度与激情，但是它后面越搞越，就整个怎么说呢？搞得有点科幻的感觉了，都有一点。这个我觉得我也有相同感觉。我当时看的时候，我说最开始不是就是赛车的一部电影嘛，演到后边怎么反恐啊，给我的感觉变成枪战片了。对，因为最开始因为1到7，1到7里面都是讲的什么感情，还有兄弟之间什么开车啊，对吧？一些碰撞怎么地的，到后面慢慢的就变得逐渐的离谱起来了。但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导演可能或者说编剧啊，想继续把这个系列给更新下去，然后发现这几个好哥们儿之前没有什么关系可以发展了，后面就讲了他们一起出去，相当于打怪升级那种感觉。那如果让你来改，你会怎么改？让我改，我觉得这个系列应该直接停掉了，就不如直接出个新的系列了，没有必要再往下出了。你倒是豪横，直接让人家停掉。哦，真的呀，他这个开车后面是什么开到冰上啊，什么太空上面，确实有点太那个。我觉得他其实知道他那个番外之后就可以直接停掉了。他最后那个番外，见好就收。对不要让这个见好就收，不要让这个系列烂尾了。对，但后面又出一个9，出一个10，反正也快上了。但是我觉得，对吧？我在乎的是他给我的，我坐在电影院或者说坐在什么床上，坐在座位上看着这部电影，他给我的一个视觉上的一种震撼，我喜欢是那种感觉。所以说，我整个人对对于这种怎么说，就这种类型的电影吧，就比较偏有竞技一点这种电影，我可能不太会去在意它的剧情吧。就是一个单纯的爆米花的电影。对对。好，那一涵呢？我其实没什么吐槽的，就是我觉得我还想继续看他后边发展的故事，但是他突然就没了，我就觉得这个有点快，我接受不了。什么狗？我觉得他那个结局还挺好。你们两个不要一起说呀！他说话了吗？来，林俊浩，你先说。我说他的结局挺好的，我说这部电影。他结局是挺好，但是我觉得就是他这个，我还想继续看他之后的生活。就我觉得他就是突然一下就死掉了，刚跟他的家人见面，然后他就没了。狗吗？对。哦，哪只狗死得太快了？主角狗。他还有几条狗啊？他哇！你说的是哪部电影？等一下，我其实讲变形金刚吗？我说的是忠犬八公，没说那些机器狗。我这是变形金刚吗？对，因为刚才你不是说是变形金刚吗？我在那里边哇！一涵说了半天，龙龙说是变形金刚吗？哇！太精彩了！忠犬八公。哦，所以你是要改《忠犬八公》这部戏的剧本，而不是改变形金刚的剧本。我变形金刚我改不了，我怎么改变形金刚啊？那打怪兽我又不会打怪兽。你不是都说后边太科幻太机甲了，没有回到你传统的那种想看的那种。那怎么着？给他倒回去，把技术倒回去，改不了哦。这就是让你天马行空的改吗？天马行空改啊？那让我改，我就继续沿用之前的用顿挫感那种当，就不会唰这种。哦，懂了，你是希望他还是笨拙一点，不要像那个叶问一样就太。对，是这个意思，那龙龙呢？我想，我是喜欢里面一个角色，就是那个司令，就是那个。你在说哪个？你在说环太平洋？环太平洋啊，就是里面那个司令，他不是那个最后死了吗？然后他是怎么死的呢？他是驾驶那个尤里卡突袭者，然后自爆死的。就是我想说的，就是那个什么危险流浪者不是都有那个什么逃生舱吗？其实你就说是机甲就好了，我们也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什么。你们没看过吗？都我忘记了，他打的是那个3星的兽吗？就是最高级的5级，是3星还是5星？5级。然后打不过了，只能自爆了。在那个底下那个火山是吧？
对，他只能自爆了。但是我就是主角团的那个机甲有逃生舱，你知道吗？然后他没有逃生舱，然后就直接就炸没了。因为这是编剧让他这么干的。有些牺牲是必然的，我真的很喜欢就是骗我们的眼泪。对，司令真的很好。龙龙是不想让他强行领盒饭，就是如果里边你会让他活着啊。对，但是我感觉他是肯定能活的吧，就是都有逃生舱啊。是的，就是他没有，那就是编剧强行想让他挂掉。哎，那个申医生呢？我就吐槽一个点吧，就那个集数太少了。没有不够让你改内容，而且他是就是从古代，然后突然穿越到现实，我不知道等了多少年了，反正这个现实我一直没看到。如果让你编，你会怎么继续编下去？编的话就是然后变成六个男主，就是我们。除了你以外，那个地狱系还是那个男主啊。除了黄帅以外，我们5个也除了我以外，你们5个加到里面有6个男主，那女主是谁呀？他肯定自己选了。哎，男主我不知道啊，我们都是那个地狱系的那个弟弟啊。哦，他说的是我们啊。我以为说你说这部电视剧有6个主角，有6个男主。没的，就是你要编穿越之后，丁禹兮还是男主，然后你们5个就变成了女主的弟弟，对吧？你想怎么理解都可以，还是拍少年如歌吧，少年如歌2吧。什么？那你就给我编个少年如歌2的剧情。这不好，这不太好，这不好写。哎呀，就是怎么说呢？下期再说吧。好的，下期再说。林俊浩，来，你刚才说你想吐槽，你来吐槽一下吧。就是这个电视剧，我看的最不爽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女主角永远不能让这个男主角知道她是美人鱼。就是他每次这个男的一怀疑，哎，她好像是个美人鱼，她长了个尾巴，这女就我都给，然后我就上去啪给这男的嘬一口。然后他一亲这男的，这男的就会失忆，然后他们俩就重新再认识一遍，然后那男的又发现他是美人鱼，这女的趴上去又嘬他一口，然后他们又重新来，就等于我整部剧我就看他们2个从认识，他也是从古代，他们是上辈子也是认识的，他们从古代一直到现在都一直在，就是女的永远不能让他知道她是条美人鱼。那多不好，知道了也不会怎么样。对呀，所以我就改，我这个女的，她知道我这个男的知道她是美人鱼，不要紧，你是美人鱼也没有关系，我们真爱至上。像你这个男主知道女主是怪兽啊，或者是其他种族的，其实很多电视剧已经拍过了啊，像《白蛇传》就是他不是知道他是根蛇吗？既然刚才我觉得大伙啊，你们5个都非常，开脑洞的，给你们自己最爱的这部戏改了剧情或者情节或者设定。那我们接下来就玩个游戏吧。这个游戏我觉得可以发挥一下你们是不是能当编剧这样一个潜质，或许你们就真的就以后给自己编了一部戏呢。那我们接下来玩一个游戏叫5个大编剧，什么意思呢？给你们5个人每人一个关键词，然后5人进行接力的剧情创作。但是有一个要求，就是你们创作的这样一个剧情必须得包含你们5个人的关键词儿。来，接着我们来说下我们这部电影的开场，最后名字你们自己来定名，因为我们剧情还没有出来，我们就先不要定这部戏的名字了。我们先说一下电影的开场。未来的某一天，地球被一颗陨石撞击，即将毁灭。而我们的严苛、意涵、文成星、申义胜、李薛炮找到了一架只能载人1辆的逃生飞船。经过友好的交流后，大家一致同意申义胜搭乘飞船离开。而就在飞船快起飞之时，剩下的4人发现了飞船中有一个货舱，于是钻了进去。等到申义胜开着飞船找到另一颗星球降落时，发现货舱里的4人因为货舱没有恒温系统，已经变得奄奄一息。故事由此展开。来，严苛。
有耻，有耻展开。哦，然后好吧，你这个故事，你给我这两个词儿，我怎么用嘛？石英胜看到了我们4个人犯了花痴。太有水平了。他决定你一定要救活我们4个。他来到了一个奇怪的星球，这个星球叫做黄瑞。这个星球上是一个以娱乐产业为主导的一个星球，它是一个非常小的星球。偶像我们的。你听我讲了，我在编码。然后石英胜很狼狈的将我们4个从那个飞机上面拽下来。他看到了那个义安广场上面的那个大屏，有一个人叫偶像。他很奇怪，这个以偶像产业为主导的一个国家，为什么这个人叫做偶像？于是他根据下面的地址来到了这个人的家里，他想寻求一些帮助。结果呢，到了这才知道，为什么说以偶像为产业呢？产业的主导呢？因为这个人叫偶像，然后这个偶像是办医院的，所以他们以他的名字命名，所以叫偶像。太尴尬了，哎呀！你这个最后这个偶像怎么最后呀？我们4个人还没接呢。看到我们太可怜，于是就愿意为我们治疗。好了，往下吧。好，一涵，那你这样搞得我真的很难受哎。你往离谱的想就好了嘛。这么玩是吧？好。他的是啥？未来相爱。那个，哎，你等会儿，你最后一句是什么？这个偶像愿意为我们治疗。偶像愿意跟我们治疗，但是我突然不想治疗了。你跟你有毛关系？你都挂了。但是我突然不想治疗了，我的内心和脑海里是我曾经那个相爱的人。等一下，你前提错了，前提是我们4个奄奄一息。对呀，我奄奄一息啊，我想不想活了，想的呀。不行，我活了呀。你活了，他不想活了，跟你活了有什么关系？哎呀，不要打扰我创作。继续，到哪儿了？你不想活了，想回到最爱的那个人。哎呀，我不想活了，我的脑海里只想去找他，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我只能凭着我的感觉去寻找，去探索，一步一步努力的去寻找他。我说完了。回到未来。我回到未来了。回到未来吗？你人都没了，你怎么回到未来？我没有回到未来，去寻找他。不是我没懂的是你说的你是谁呀？我是我呀。吗？啊，我是我。你挂了？你说什么？这没挂，这是我内心里边的戏，不是我用嘴说出来的。你还有，可以，好吧。然后去寻找他。我的内心只有一个目的，回到未来。完事儿。怎么哟？你只编了你一个剧情，你其他人剧情留。我们的剧情落下了呀。
我的脑海里只有一个词语，回到未来。可是，现实打败了我，我奄奄一息。OK， OK， 他这种戏特别像那种戏霸想给自己加戏，然后让导演就是编了一个毫无关联的一个剧情进去的感觉。多有内容啊！我的内心想法、内心戏很充足的。那其他4个人就没有内心戏了吗？那不行，这我没看他。他们对，这是我的趴，我要内心戏。好的，来一涵加完自己的内心戏之后，下一个文晨曦。好的，那个偶像开始了对我们的救治，终于回归正然后经过偶像的不懈努力以及这颗黄瑞星球的资源的调动下，我们被救活了。然后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偶像，这个偶像在我们心里简直就是如同天使降临。哦，哎呦，太我是醉了的。为了报答这个偶像，我们开始在这个偶像经营的医院打扫卫生。好，可以的。打扫卫生，然后因为我们的身体没有痊愈，所以申医生的工作量非常大。然后申医生就对偶像说：“我这么大的工作量，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奖励？”没了。等一下，天使在人间在哪儿呢？就是他在我们心里如同天使在人间。哦，说错了，天使降临去了，天使在人间。也差不多。OK， 这个挺好的。接上，我觉得你这盘还真的主要是严哥给你开的好的，你这一句正好适合用在那个医生身上，天使在人间。然后申医生，你的工作量大了之后开始呢，接下来到申医生喽。这申医生工作量大，转眼回到20年前。回想20年前，5个人在那个珠穆朗玛峰上，然后确实，等一下，我想想，仰望星空的云交流。然后我们5个人一起仰望星空，在45度仰望星空的眼角一起流下了一滴泪。你这个没有什么关联啊，你不能符合剧情发展的。不是我，我觉得挺有画面感的。我们5个在山上，对呀，流眼泪。有个人就看我流下一滴泪后，在后面，林轩浩跑到后面，默默的哭泣，然后看着我们4个人的背后，然后只对着我说：“想要抱你，却总抱不到。”然后然后又回到20年后，又回到现在，然后申医生，不说了，过了，就这样，就申医生没了。什么？你说了一大段，也是你自己的内心戏，是不是？什么对现实剧情没有这过去戏啊，穿越的，那个往后走的那种戏，就那种回到，就像狂飙那种。什么？他现在是老板，然后又变成卖鱼的那种。你在想刚才你想的那段是你们5个人的曾经是吧？对。那你回到现实，你总得给自己来一个收尾吧？你想了半天，然后你怎么想啊？
回到现实，申医生，申医生怎么样？任劳任怨。不任劳任怨，对，然后抱住了所有人，然后所有人就活过来了。不是本来就活完成了出来了吗？林轩浩的心愿，想要抱你却怎么都想要抱你却总抱不到。那首尾呼应了，他是什么意思？什么？我怎么就是你终于抱到他了。啊？来，浩到你了。我太聪明。我想要抱他，我终于抱到了他，然后我非常开心，然后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我跳了一首《极乐净土》。然后就是我，但是我要给这个故事收尾了，是吧？对，是的。然后我们4个痊愈了之后，在这个黄瑞星上呢，我们就准备离开了。然后我们就严苛这个小队长就说话，就说我们4个这么垂危，我们不应该感谢一下这个偶像救活了我们吗？然后我们就说对的，然后我们5个就一起去找了这个偶像，然后我们跟这个偶像说谢谢你救活我们，你真是个好偶像。然后这个偶像最后说了一句：“不要叫我偶像，其实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然后我们就带着这匹狼去到了北方，我们把这个偶像放回了北方，他就在北方当狼王，然后我回到了地球，在地球上开心的生活在原计划。地球已经毁灭了。啊，我们就跟那匹狼一起在北方创建了一个原计划。好， OK，哇，真的没想到你们还能圆回来哎，各位，太厉害了吧！多亏了这匹狼。别硬夸，别硬夸。真的，我觉得还不错。这个故事至少是个完整的，有头有尾，还有关键词。那现在既然故事已经完整了，你们5个给这个电影定个名字吗？怎么安静呢？我们给它叫偶像到底是什么？何为偶像？关于偶像的定义。定义。搞了半天，你们5个人并不是主角，那个叫偶像的这个人才是主角，是吧？怎么？哦，叫偶像的力量。你好尴尬啊，说真的。哇！但这个真的好一点都不好励志，好正能量啊！我好喜欢这个标题。对啊，把我们救活了嘛。那就这个吧。真的对啊，这个不要。多棒多棒！偶像的力量。偶像的的力量，贼好，我贼喜欢这个，贼喜欢，太棒了！来，恭喜我5位我们的大编剧啊，编了这么一个非常 perfect 完美的这样一个这个电影，我们择日开拍，好吧？真的假的？你得猜，有没有资金啊？筹到资金咱就可以拍。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剧会不会爆吧，是大家夸是烂片还是好片吧？我们干脆就叫《少年如歌2》。可以可以，然后写个番外，偶像的力量。少年如歌2之偶像的力量。OK， 其实今天刚才你们玩的这个游戏，就是编故事这个游戏，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那我们拿回正题说一下，就说明，哎，各位编剧他要创造一个故事，真的其实很难，对不对？很难很难很难。然后呢，想要创造一个好故事，那就是难上加难的。
但是呢，真正的好故事啊，我却觉得，那不是编的，因为真实的才是最打动人的。所以呢，我想说的是，请5位在一起，共同创造出属于你们自己的好故事吧。这个总结完不完美？完美。完美。那你们5个人就一定要自己创造一个好故事了，好吧？以上就是本期的我们的事（括弧没有我）。那么，各位，我们下周再见喽！下周再见，拜拜。拜拜。